这里尽管没有大江大河那般壮美瑰丽，可融入其中，依旧能找到心中的那份宁静。这个都属于粗颗粒，打下去以后啊，它是沉到底的。但是呢，远的地方鱼啊，它除掉味道能闻到，但是它不知道有没有来。如果我们里面加一点这个蚝油，这个下去到水里啊，稍微有一点水流，它会飘得很远，它会把很远的这些鱼啊都招到这个窝子里面。它通过闻到这个味道，飘得很远，进了你的窝子里面就是这些小米了，所以它进窝子里头就那个留住了。虽说长竿短线没有台钓那般考究繁杂，但是准备起来，大毛依旧一丝不苟。针对目标鱼种，除了调制好对路的窝料，对于窝点的选择，他更是反复考量。我们现在传统钓还是打窝子是有必要的。我现在的位置啊，可以这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正常的这是大水面，这是一个小水面，相当于是有个鱼道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个位置，在这个地方我准备再打个窝子，在这个地方再打个窝子。因为传统钓打窝子有时候啊还有点讲究，为什么要有点讲究呢？就是你一定像那光水，你一定要找点。那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对着这个地方，对哪？对过那个树啊，对面那个树啊。所以这个你要如果是不对个点，你不对点的话呢，你很可能你打完以后你找不到这个点钓。我们第一次打的话呢，可以适当的稍微打多一点，就打个3罐4罐都没问题。就在钓的期间呢，就是上几条鱼以后啊，我们补窝子，那就要补的少了，就不要补太多了。啊，这是对着对面那个树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我们广大的钓友啊，手竿钓鱼，尤其是在野钓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。就第一，上面一定不能有电线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竿子都是碳素的，导电非常好，所以每年可能就是电打的这些钓友啊，打死啊、打伤的人啊很多，还是在自然水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吧，啊。就是有电线的地方，咱们不去钓它。这个地方都是树干，鱼啊，它有时身上就是养的时候，它也愿意在这有树桩的、有障碍物的地方。一个有障碍物的地方呢，它呢就是能躲藏这些攻击性的鱼，而且平时老百姓啊，就是有的渔民啊，就捕鱼的时候啊，有障碍物的地方它可以藏身。再加上这个有的鱼呢，就是每年有的鱼是要到白子的季节啊，它喜欢去唱这些。有树桩啊，有这个竹竿啊，它喜欢在这地方来回的动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打个窝子效果要好一点。实在这个传统钓就这么好，可以多打几个钓点，然后选择性的钓，钓哪个位置钓2条，再补点位置啊，然后再钓下一个窝点。当你下个窝点钓完以后，再补点窝子，再返回来钓，它始终还是有鱼。时隔许久，我们再回无尾进行传统钓，追寻的并不是与大物相搏的刺激，拾起长竿短线，走钓鱼乡间野河沟岔，大毛燃起了对童年垂钓最初的悸动。钓得巨物的快感，尽是游钓人生的一色。秉持平和包容的心态，才能在路途中品味更多不一样的精彩。啊，你看小鱼，来看标子看到吧？一提杆子，它就接上了。啊，
这还是个肉摊嘞，你看到了？它里面这种摊子多，对吧？来，啊，我这也上了啊，小鲫鱼为小鲫鱼，鱼有，不，我这也有。啊，这个就可以看一下了，啊，蘸花蚯蚓的方法是一样，就叫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先走渗口。哎，那，啊，有了，哦，这就是盘头标，这么多鱼，看到没有吧？昂姿啊！对，我来搞，不要扎到手了，不要扎到手了。这又叫网牙，我们当地叫网牙，有的叫黄拉丁。这个3个字出来人才特别的可以。这个不下以后了，直接扔吧。你下以后它这个刺啊，你到时候不好扔。不滋。哎呦，好，知道了吧？哎，这上来4个品种了，白条、鲫鱼、网牙啊。这个鱼吃壳啊太轻，所以我把竹竿先拿来，不拿来以后啊，就很麻烦，走路下不掉。好，在这乡间不起眼的水域里，蕴藏鱼种之多，令人赞叹。连续数竿种得不同的渔获，既印证了大毛钓法对路之外，也显露出无为鱼类资源的丰富和自然环境的优越。也正因如此，长竿短线的传统钓法才能在这片土地上长盛不衰。刚刚是来了一波鱼，进了一窝的鱼，所以传统钓有时候打这个窝的很有必要，选这个钓点啊，也是很讲究的，因为这一块呢，就是整个大水面啊往小水面去，正好这个地方我们差不多在中间了，等于是鱼的必经之路啊，所以这个地方选择打一个窝子，只要来回走的鱼，几乎在这个地方它都要停留一下。另外呢，这个水流今天这个水流呢是有点往右，就是往里面去。我们现在里面有很多这个细的这个粉状的饵，会飘得很远，会把很远的鱼啊可以游到我们窝子里头来。又吃了一下，送了，你看，哦好，又是青贝，又是小青贝。这个叫拱贝，这个鱼啊，这个鱼是好吃，平时要吃的话是非常好吃的。而且这个鱼啊，用路亚也可以钓到它。它平时也吃小鱼小虾，你看它嘴巴那么大，看到了吧？你看它嘴很大的这个嘴，看到了，这嘴很大这个嘴。它平时也吃小鱼小虾，它跟我们那个钓的那个翘嘴还是不一样的。翘嘴叫大眼白，在这里面应该没有。它要求水质要求的好，而且在这里面几乎。像这种拱贝啊，这种小的这种翘嘴多，真正大的水库里面那种大眼白多，大眼白长得大，长几十斤重嘞。其实我们用站漂也好，用这种气形漂也好，鱼吃钩啊，通过这个漂下面都能看出来。鲫鱼呢，一般就是顶漂的多，草鱼啊，像这些杂鱼啊。就是黑漂的多，它是咬完以后，它就磕着头就走了，这个漂就沉下去了，鲫鱼呢是一吃进口以后，它一抬头，这个浮漂就站起来，就是往上送浮子，我们讲送浮子，所以它通过漂相就能看到大概什么鱼。你看有的什么小马鱼，一倒，拖着就走，那个一般都这样，小餐条子啊，小马鱼啊，居多这个方向再送一点了所以钓这个鱼还是经常的性，就是要兜漂，提起来放下去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鱼啊就是容易看到我们的饵料，它中途容易接。
现在这鱼今天吃口吃得猛，要碰到平时鱼不肯开口的时候，就是逗这个漂，经常往上提，经常往上提啊，非常有必要的。传统钓源远流长，大江南北浸淫其中的钓鱼人不在少数。大毛走南闯北，练就一身钓技之余，也有了独到的见解，改良了其挂饵的方式。些许改变虽说与时俱进，但是在严肃的老一辈钓鱼人眼里，未免有些功夫不到的误解。有鱼了，再拖了啊！不能逮了，今天不能逮的，刚才那个动作不能逮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讲的啊，这种方法，你看到了吧？他一吸，蚯蚓进嘴了，把钩子就带进去了。当他发现有问题了，他一吐，蚯蚓出来了，但是钩子勾到嘴里面来了。现在钩子勾在里面，啊，蚯蚓还在外面，钩子就勾进去了。其实这种挂钩的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科学的。它钩子吃进去，它吐钩子它吐不出来了，一吐，啊，好甜呐！那看到了吧？而且这根蚯蚓还是活的，这个蚯蚓可以继续用。你钩子不错，不会的，不冲车不行。不行，你看我就这样子的。你看看你钓鱼，你看到我的钩子怎么挂的了？你不要穿的，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动啊！哎，不要动，就这种干到这。哎，就这样钓鱼的。哦，钓了一辈子鱼，不知道怎么搞的吧？那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了吧？钓了一那我钓鱼啊，就不钩子可以的。是传统意义上的钓鱼啊，他就不吃。不但吃，而且要好钓。你们那种吃肉它吃铁了。不是，过去啊都是这种像你这种传钩方法，老人家都是这种传钩啊，我就这种传钩能钓到它。干到肯定干到，啊。所以这个老人家呢，也是过去的这些受这些老的传统钓的这种习惯，他们都是这种，整个把钩子都穿到这个，蚯蚓都穿到把钩子包死了。在一旁观看的这位老者，尽管头发花白，但目光依旧犀利，一眼看出了我们挂饵的端倪。大毛婉言拒绝老者出于好心的建议后，察觉广大钓友仍未解其挂饵的区别，不得不暂停试钓，再次详细演示。我们过去啊，就是传统钓的时候呢，可能这个蚯蚓啊不好穿，可能还有很多钓友啊把这个蚯蚓拍死啊，把它拍死了啊。是怎么挂蚯蚓的呢？是这么挂，他为什么把它拍死这个蚯蚓？他把蚯蚓拍死了以后，这个蚯蚓啊，就是为了好穿钩子。那这个蚯蚓来回的动的话呢，它不好穿。你刚才那个老师傅啊，老人家就在说，他们挂蚯蚓，说蚯蚓只吃蚯蚓吃肉，它不可能吃铁，啊，他们怎么挂呢？都是这么挂。我们最早先也是这么挂蚯蚓，可能现在还有很多钓友啊，还是这么挂。这个蚯蚓我还没拍死，如果拍死的话呢，可能还没有这种状态，啊。他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钩子整个钩子全包上，而且他说他有时候钓这些鲫鱼啊，他还把蚯蚓还掐掉，他怕它前头动，怕这个鱼啊吃不了啊，把这个蚯蚓还掐掉。你看这样的在水里面它是什么样的状态？它只有味觉，鱼能闻到这个味道，它根本就不动，就像死的是一样。这样的话呢，鱼呢一般就是闻到味道它会吃的，如果鱼看到的话，它都不一定去吃它。越是时间泡长，而且这种方法最不好的是什么呢？这种本身很滑，鱼吃钩吃到嘴里以后啊，它能吐出来，因为它没有钩尖挡不住啊，它吸到嘴里，它就能吐出来了。你看蚯蚓在水里面是什么样子？它是很滑的，正常的我们想用手是拿它是不好拿的，它顺这个水啊，那这个水流一动，它在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比重，它很滑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挂蚯蚓啊，不要这种挂法，这种挂法效果不好。就是通过长时间的我们自己啊，经常性的摸索，这种挂法挂蚯蚓的方法是应该是
还是比较科学的。第一好挂，一个蚯蚓是活的，拿到以后，从头直接挂过来，以后，像一根整的蚯蚓，这个放到水里你就能看到了，它是一个活体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整个是个活体，而且不容易死，泡上10分钟、20分钟它都死不了，它始终在动。而且鱼只要进窝子以后，它一吸这个蚯蚓只要吸到嘴里以后，这钩子就带进去了。当它碰到钩子以后，它想吐的时候呢，它是吐不出来的。这个钩尖它钩尖一定就会就是挂到鱼的嘴巴。所以这种方法我们反复的就是试验，这种方法应该是目前传统钓当中，应该中鱼率最高，而且挂蚯蚓也是最方便。而且你看这蚯蚓现在还是活的，整个是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整个是活的。一会儿我们就用这根蚯蚓下去钓鱼，钓这个鲫鱼给大家看。蚯蚓在这外面，看到了吧？蚯蚓它一吸，钩子带进去，它一吐，蚯蚓在外面这钩子就把它勾走了这么小的鲫鱼，你看到了吧？蚯蚓在外面，钩子挂到嘴了。全是正口。像现在，刚才我跟当地的那个老沈就沟通了一下，他也是在当地钓这个传统钓的也是非常好的，他也有感觉。现在就是天稍微暖一点，就浅水就比深水好钓了，因为它这个水能晒透。你要如果水太深了以后靠这个太阳晒不透，深水它凉了，这个鱼就慢慢的往浅水去了。你看刚才我在浅水打窝子下去，它就咬钩了，就还没有打窝子，我放下去了，正准备打窝子，它就咬钩了。现在的深水就没有这个浅水好钓了，早晨一来的时候，深水就比浅水好钓。像我们大毛老师在这个节目上面用的那个挂蚯蚓的方式，在我们这边老一辈他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实际上野钓鲫鱼，像大毛老师那种挂法呢，绝对是可行的，而且对滑鱼，就是说有的地方你钓滑了，用那种办法还是比较有效果的。但是我呢，喜欢用的是七星标、朝天钩、挂红虫。像这个水域呢，是两边不住着人家嘛，这是属于一条抗洪排涝的一个内河，属于一个内河。它就是汛期来的时候排水，旱期来的时候就是抗旱。但是呢，像这个两边的村民呢，他就是说也不用养什么鱼，就是两头一个村嘛，一个村一节，用两头用网给它站起来，然后呢就是里面就是用自私的鲫鱼，过年的时候、过节的时候洗点上来，村里面分了吃，也不是说养鱼。这个地方大概在1米左右。上了，又送福子了，又送了，又送，这是标准的。这个钓到晚上，你到5点钟都还有鱼。我看这个都有鱼了，这个一直都有鱼了，这个窝子里面，这个窝子里面一直都会有鱼。这就要做成功了。差不多我们就收喽。你看这鱼，我来。哎嘿，你放下去，它一会儿还得吃。吃，这边还是鱼。
底下我现在真的而且这一口吃的很猛。这个鱼现在啊，差不多，我们钓个收竿鱼吧，看能不能来个大一点的，我们收竿吧。行啊。能不能来个大一点，我们收竿算了。嘴上说着最后一竿，可手上动作却很诚实。大毛对这不起眼的水域果然有着莫名的好感。看着日头渐落，水温也即将归于冰凉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今日的作钓走向尾声了。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吧。其实也没钓几个小时啊，从到地方做线组，这个地方的鱼线真的是没想到有这么好。你看今天钓了多少？哦，哦，哎呦，有多少？你看，10斤打不住，也要有13、14斤。你看这个锦多大？这个锦，哎呦，再轻一下，背一个，背一个，好，把你们都放了。哎呦，赶紧放，赶紧放吧。无为这座江北小城，对我们可谓有着令人着迷的诱惑。今日手竿的恋恋不舍，似乎难解大毛心头之痒。在这片垂钓福地上，依旧风靡流行的传统钓也与大毛有着不解之缘。无为的游钓之旅仍未结束，更多惊喜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。